这是我去过最遥远的地方。哇，也是我鼓起勇气用双脚到达的地方。这是属于我的世界尽头。雪山在脚下铺开，太阳从身后升起，成了梦中的日照金山。我们现在在追日照金山，然后你看天空的那边是朝霞，然后这里是月亮，你看再看这边库拉冈日雪山群。这是西藏的某天清晨，我正走在追日照金山的路上。现在我们可真的算得上是披星戴月追金山。我们准备爬到那个山顶上，那里视角应该会更好一点。我感觉我现在有无穷的力量，虽然现在这是海拔4600。那一刻，好像没有什么能阻挡我的脚步。终于看到日照金山了。这里是中国边境西藏最南边的地区库拉冈日，连绵的群山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屏障，就像一道雪白的长城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里曾是一片冰川，后来冰雪消融，侵蚀出这片峡谷，留下了世界尽头般的风景。这里也是中国近距离接触雪山最佳的位置。在藏族文化中，认为那些高大的山存在神灵，护佑一方平安。如果能看到属于它的日照金山，便能得到幸运。所以为了追逐它，我们的故事从那片圣湖开始。我跟你们说，太离谱了，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？这是我们来到西藏的第7天。库拉冈日在拉萨最南边，中途会经过羊湖。碰巧的是前一天刚好下雪，于是就有了眼前的世界。我们又来到了羊湖，太蓝了，这个水真的非常蓝，就你看过去就跟宝石一样。然后它阳光刚好洒在湖面上，还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，不愧是圣湖。大雪将湖附近的山都染成了雪山，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它，那就是圣洁。在这片绝美的仙境中，我们向着更遥远的南方出发。有点遗憾呀，因为那个大的无人机被压在行李箱里面了，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小的。刚才看了一下，但是真的很美，感觉这个相机已经没有办法记录下它这个颜色了。我们要继续上车了。今天你已经立了1等功了。库拉冈日位于中国和不丹的交界线，想要去到那里需要经过边防检查。我们也提前办好了边防证，这是出行西藏偏远地区的必备证件。穿过边防站，我们一路向南。山很高，路很远。那一刻，我对西藏似乎有了不同的认识。我们幸运地生活在同一个国家，中国的电力设施可以在几千米的高山上流通，但这片贫瘠的土地生长不出太多绿色。
在这里生活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，所以他们有了信仰，把自然奉为神灵。因为他们改变不了环境，他们只能相信来生。这颗星球不只有风景，更有鲜活的生命。而回到旅途中，经过一天的转车，我们在下午到达了雪山下的村子。这里世代生活着藏民同胞，也是我们晚上落宿的地方。哇，我们到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们这次订的一个房间，是当地藏民开的一个民宿。我订的这间房间每晚120人民币，可以住2个人，非常便宜，布置的也很有民族气息。花纹包括它这个窗帘都非常漂亮。现在让我们拉开窗帘看一看。哇，刚好也到了晚饭时间，民宿的老板邀请我去品尝一下当地的食物。哇，这个房间真的好暖和呀！这个是什么茶呀？哪个？就这个。不是茶，哦，这是牛肉跟土豆。碗里装的是土豆炖肉汤，颜色非常醇厚，看起来就像油茶一样。这个叫藏巴，藏巴，这是青稞做的。青稞，对，就我来的路上看到，就是这边的土地只能种活的青稞。青稞和那个嘛油菜花，还有豌豆也可以种。这个黑黑的小面团叫做赞巴，是藏族的主要食物来源。用青稞炒熟后磨成面粉，再加入酥油，用手捏成团就可以吃了。你们有谁吃过这个吗？藏巴，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青稞。要说它的味道，准确来说没有味道。它的原料青稞和小麦一样，都属于禾本科的粮食作物，但由于高海拔的水沸点会降低，青稞做成面条的话就煮不熟了，所以早期大多藏民的一日三餐都只能吃赞巴和土豆。直到后来高压锅出现，这里的食物才逐渐丰富。这个汤真的非常好喝，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，一定要尝尝这个土豆泥汤。然后它是带一点辣味的，非常好喝。老板一家都非常热情，吃饱喝足后，大家围在火炉旁取暖。一夜醒来，我们即将走向未知的雪山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，因为今天上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，会下雪，所以我们需要早些出发。至于我们的终点的话，会有15公里左右。我已经开始期待我们会遇到什么未知的东西了。因为下了大雪，所以为了安全，我们也提前下载好了离线地图，时刻记录自己的运动轨迹。雪好像越来越大了耶！其实正常的话，我是不戴眼镜的，因为我是300度左右的近视。一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，或者是风景非常漂亮的时候才会戴眼镜。但是你看，像这种雪天，还是一定得戴的，因为它有非常多的暗冰。巴冈日拥有丰富的雪山资源，
可以徒步到6000米级别的雪山群脚下。因为距离居民区非常近，所以路线难度中等偏下。这里一共有3条线路，对应不同的雪山湖，全都可以当天往返。天气良好的情况下，即便是新手也可以胜任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全程海拔都在4500以上。虽然我克服了高反，但非常不凑巧的是，我们遇上了大雪。刚遇见一辆下车的车，因为今天雪非常大，但是我看天气预报，下午会稍微的晴一下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奇迹发生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做了饱和式的装备，包括食物还有保温毯，一些东西都是在的，而且这条路可以随时下撤。像这种极端的天气出来徒步还是必须要敬畏自然，所以你的准备充分，一定要做的足够多，这样你才会有底气。这个雪花还是挺漂亮的。看我们并不孤独，前面有好多小鸟哎。因为雪量越来越大，我们只能先在就近的建筑里避避风。我们到了起点，这是我们开始徒步的起点。刚才那5公里我用了1个半小时，主要这个雪确实有点大。我们先来这个厕所里面休整一下吧。哇，好滑呀，外面这雪。看，还是挺狼狈的，确实比我想象中要困难一点。因为之前一直都是看 Links 他们去爬雪山，就看视频里感觉挺简单的，但是其实当你真正的走到雪上来的时候，还是非常困难的。尤其是这里海拔很高，应该有4600左右，所以你每走一步都会像走10步台阶一样。我们先在这里休整一下，吃点东西。就在我吃完东西，犹豫要不要继续走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阵风，吹散了雾，吹停了雪。我去，你们看，刚才那个雾就慢慢的露出来，前面那个山特别壮观。太阳出来后，我们也正式进山。闪闪发光，这个雪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影子了，太阳真的好有安全感呀。但是希望这边雾也散去就好了。头顶是蓝天，但是前面是云雾，我们现在是走在云里面。我们今天要去的线路是折弓3错，顾名思义就是有3个湖泊连在一起。突然的天晴让我充满了信心，一踏进主线，这个地貌立马就不一样了耶！哇，真的超级漂亮，一切都是雪白的，感觉自己走进了冰雪奇缘。然后这些雪都是不灵不灵的，闪闪发光，超级漂亮。然后今天唯一失策是我没有戴那个墨镜，然后这边确实是容易造成雪盲呀。哇，看这个好漂亮耶，像是冰雪的珊瑚。大地被染成了白色，冰晶为植物换上了雪衣，摇身一变化成一地珊瑚，就像行走在海底世界。但也提醒各位，爬雪山时一定要记得佩戴墨镜。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脚印哎，我以为一直是人的脚印，然后我就跟着这个脚印往上走，但是人的脚印好像没有这么精致吧，感觉像是什么山羊的脚印。
这有一个小的玛尼堆，很可爱啊！哇，后面这里的雪山已经露出来了，我感觉自己好棒呀！你们看后面，还是很漂亮的。然而，没有永远的晴天。高海拔的缺氧让每一步都很艰难。我一直埋头前进，却不知乌云已经悄然而至。暴风雪来了，看，我们的折弓三错，我的天呐！冰雪限定版，还有谁来？我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走到最顶端，往前走走看吧。现在是12点快1点，我们走到2点钟。如果后面的天气再不好转的话，我们就只能回去了。突然的大雪让世界陷入黑暗，和之前的耀眼不同，这次寒冷的让人恐惧，一切都被大雪覆盖。最后我们用尽全力走到了神湖前的祈福石堆。这应该是一个祈福的地点，上面挂的还有哈达，希望你可以带给我们好运吧。我们的终点还在前方琥珀的高山上，但风雪肆虐不止，乌云布满天空。经过犹豫和安全判断，我选择了放弃。我们只能回去了，因为那后面的乌云也越来越多，加上前面也是乌云，所以就算再等几个小时，它也不会天晴。虽然有些遗憾，但是咱们这个冰雪湖泊还是有一番别的味道的。这个味道，冷酷无情，真的是冷酷无情啊！学会放弃，大概也是另一种勇敢。真的是很遗憾呀，但是现在我们必须下撤了。可以听到耳边呼啸的狂风。哦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《原神》的？里面有个地图叫龙脊雪山，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走的路就跟那个非常的像。然后在游戏里呢，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，因为它一直会很寒冷。如果你找不到火把的话，你就会掉血，你就会死亡。然后路程非常难走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也算是比较艰难的吧，因为确实它一直都在下雪，而且也一直有爬升4500多的海拔。大雪逐渐将地面掩埋，幸好我们还有来时的脚印。现在那边的天气已经全部被雾给覆盖了，因为它的风是从前面往后刮的，然后前面又全部都是乌云，所以它一定会把乌云全部都给刮过去。最后，我们沿着脚印安全到家。我带着遗憾查询天气预报，却惊喜地发现，长达半个月的风雪，在明天万里无云，极有可能看到日照金山。但因为村子离雪山有5公里，需要起很早赶路。民宿老板听到我的想法后，愿意起早把我送到雪山口。于是第2天早晨，我们踏上了追逐日照金山的路途。哇哦，你们看，抬头能看到星空耶，超美的。然后这边这个是一个弦月，但是我们拍不清楚，全部都是星空。
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，因为昨天非常遗憾，就没有被大雪阻拦了去路，所以今天我们起得非常早。民宿老板的儿子多姐带着我开往雪山，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清晨的月光和那满地的星空。真的好好看呀，这地上的雪花都是闪闪亮亮的，像我们现在天上有星空，我们地上也有星空，希望待会儿好运吧。天空泛起朝霞，照亮了眼前的雪山。我们3、2、1，举起我们的摄像头，前面就是库拉干日雪山群。哇，我们很幸运，我们现在要走到它的脚下，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视角。现在我们可真的算得上是披星戴月追金山。我现在真的超级想哭，因为真的可能是当人类见到它此生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风景，就会非常有感触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在雪山的脚下，真的非常震撼。很多人都喜欢雪山，它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。对我来说，它也许代表了我心中最纯粹的那一面，即使身在黑夜，也尽力发着光。冬季的日照金山通常在8点钟左右，因为是第一次看，我很害怕错过它，所以抓紧时间，用尽力气，想爬到更高的地方。我们准备爬到那个山顶上，那里视角应该会更好一点。然后对面已经有朝霞了，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得加快速度了。山已经开始变颜色了。虽然每走一步都要大口喘气，但那一刻好像没有什么能阻挡我的脚步。我感觉我现在有无穷的力量，虽然现在就是海拔4600啊，加油，就快到了。走着走着，前方缓缓升起一片雪白。哇！哇！我们就要成功了！现在阳光已经照到我的身上了。前方的小房子就是我们的终点。嘿，我们正前方有一朵云，像一朵爱心，你们发现没有？我们来到了梦开始的地方。你们看这里的雪超级深，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们要去到那个地方。虽然对面山峰已经有金光照过来，但我这边还是灰蒙蒙一片。因为是第一次，我也不清楚会发生什么。就在我呼吸越来越不安时，世界的光慢慢变暗，眼前出现了终于看到日照金山了！
日照金山也被叫做神的祝福，它的珍贵源于看到它需要特定的气候、地点、时间。每当太阳升起，照在圣洁的雪山，火焰燃烧，我们便是山下最幸运的人。看到日照金山，也算是完成了本次西藏之旅最大的心愿。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还在暴雪里随风飘摇，这应该就是山神给予我的通关奖励吧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安心的去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尽头了。看到那边那个非常像三角形的山了吗？库拉冈日，我们待会儿要爬到那边那个山顶上面去。祝我们好运吧！我们现在要吃点东西了，早上还没吃饭。你们不要看这里太阳非常大，其实超级冷。这里海拔应该有4600-4700吧。你看我带的可乐都结冰了，可想这上面的温度，哇！但是就能看到雪山哎！极致的温度带来了极致的风景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突然看到空气中有光芒在跳动，没错，是钻石尘。哇，我们真的是很幸运，就这个冰柱真的巨漂亮，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天空中飘的那些雪雾，在阳光照下形成了一道那个钻石一样的冰柱，就非常梦幻，超级梦幻。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。高海拔的低温让水汽凝结成冰晶，阳光折射后发出耀眼的星光，就像钻石一样。看来我们得到了山神的眷顾，然后刚才看到了日照金山，现在又看到了钻石冰，哇，超级幸运！库拉冈日雪山，哇！第一次看见它是在 Links 的视频里，那时觉得它就像遥不可及的幻象。我不会想到时隔1年后的今天，我就站在它脚下。我终于也见到钻石城了。那些曾经只会在梦里出现的场景，在名为现实的星球上散落。如今我正在一步一步地接近它。真的就像在做梦一样，真的超级漂亮。以前我经常看 Links 视频的时候，我以为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去到那样的地方，真的。但是现在我已经站在雪山脚下了，所以说不要低估自己的可能性，只要你想去，就一定会做到。库拉冈日位于地球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主脊线上，主峰高达7538米，标志性的三角形山峰就像现实里山字的化身。让我们向着那个三角形的山出发吧，应该是库拉冈日，就非常特别，非常壮观。这里的一切都美得不太真实，身前是成片的雪山，身后连接着雪域蓝天。在这里你都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，
你的眼前就能看到一片雪山群，非常壮观，就好像我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它一样。因为昨天刚下过雪嘛，它整座山的雪白，加上这个天超级蓝，非常和谐，加上远处的雪山，真的是仙境。我们沿着山腰攀爬，直到离那片湖泊越来越近。哇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里曾是一片冰川，后来冰雪消融，侵蚀出这片峡谷。在他们眼中，人的一生如同浮游。如果眼前的山会说话，我想现在他也许会来一句：嘿，小子，为了见到我很不容易吧？最后由于时间太晚，我们把终点从山脊换到了山下的湖泊，也是在那里，我见到了心中的世界尽头。真的是毫不夸张的说，这里你拿门锁拍都好看。我们下到了湖边，这时我也终于明白了那句话：如果你拍得不够好，那一定是你离得还不够近。现在这里的湖水已经呈现出非常深邃的蓝色，并且还可以看到它的倒影。哇，超级漂亮！这里的每一处细节都像是被人为绘制一样，呈现出天然的画作。真的是，这就跟画里的一样，而且这就是纯天然的构图，就是自然的东西，水里的倒影，远处的雪山，刚好中间这一座山的颜色还跟周围的山不一样，是黑色的。其实因为你看周围都是白色的雪山，但唯有它就会和其他的地方形成一个反差，非常漂亮，巧夺天工呀！就好像水里还藏着另一座雪山。各位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即将到达湖边了，开始！我已经非常期待了。哇！这是什么地方呀？太漂亮，太美了！这一刻，我好像已经和这片自然融为一体，成了这幅巨画的一部分。这是属于我的世界尽头。来到这里的每一秒钟，甚至是呼吸，都能让人感觉到美好。就是你走着走着，你就会情不自禁的一抬头，哇，然后看到一排雪山，然后你就会跟我一样停下来，安静的看它一会儿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地球是圆的，怎么会有尽头呢？我们常常用天涯海角来形容那些无比浪漫的风景。对我来说，在我心中最遥远、最想去的地方，就是属于我的世界尽头。它不一定是地理上的终点，但一定是我梦寐以求的彼岸。
也祝所有能看到这里的观众都能找到并且到达属于自己的世界尽头。我真的就想待在这里就不走了，因为真的就像画一样。